那么在婚姻时间久一些，然后呢，随着孩子长大，那很多朋友们就会进入到35岁、40岁这种中年的阶段了。对，其实我们会经常听到很多朋友问我们说，哎，你们两个决定一起出去旅行，环球旅行，带着孩子，这个过程是谁说服谁的呢？或者说，哎，看你们两个沟通的时候，似乎好像很有默契，然后这个能够就是有类似的想法，这是怎么样修炼的呢？如果中间有一个人成长了，一个人没有成长，那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差异，然后可能有一方会觉得痛苦，该怎么样去解决？很多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去问这样子的问题。那我的感受是呢，就是首先我们之前说价值观，我们要当时找一个类似价值观的，以及有成长心态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要知道价值观它一定会变，所以呢要经常去沟通。比如实际情况就是，其实我们在30岁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然后一开始可能有，比如你是在这种职场工作，然后我曾经去创业，然后也是所谓的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都在身上加，很重要。是对，但是我觉得呀，根本上我们两个一开始可能从小开始就是一个比较想要去自己想清楚问题的人，所以即使我们当时认为赚钱或者是赚名比较重要，也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哎，这个游戏挺有意思的，我们要去体验。所以当我们拿到了这一些这种标签，这种或者是所谓的小里程碑之后，我们开始去想，我们接下来自己想要什么，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同样还是在一个自我的这种思考上。如果说一开始你可能并没有是自己在想，而是别人告诉你或者爸妈期待你说，你看你邻居赚了多少钱，你也来赚钱，这时候也许你就会被动的去接受生命所带给你的变化，你可能没有就是去主动的去变化和成长。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去一直去思考去想。我们之前可能玩另外一种游戏，我们去玩赚钱的游戏，玩赚名的游戏，然后接着当这个游戏玩到一定程度，我们也许之后还是可能会回来玩，但是我们现阶段我们想清楚了，我们想用有限的人生去玩一些不一样的游戏，所以这时候我们两个可能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而这个过程呢，我们两个又可以保持这种沟通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就是能够帮助互相理解对方的选择。对，你刚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去选择自己的游戏。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啊，他玩的游戏一直都是别人安排给他的，上学游戏、职场游戏，自己没有做清晰的选择。这在东亚特别的常见，在韩国、日本也是如此。人们没有为自己而活，是为的是社会评价而活。你的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你没有给予自己，而是不断的被索取，你被外界在你身上所索取，被一直要求要去服从，要去为别人而活，你始终没有为自己活过1秒钟。这就是为什么东亚人会处于更累的一种社会状态。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社会和文化状态的时候啊，你就更容易去看到问题的本质。很早之前就有一句话，我小时候也听说过，就是说啊，你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甚至是很多小朋友长大的过程中，对，哎，天道酬勤啊！一个投资者就说，我只要去了创业者的办公室，看到天道酬勤4个字，立刻就说你办的真棒，你继续努力，拜拜，就走了，对吧？因为这个创业成功不是靠勤奋，对吧？然后投资者还有一句话就说，你来找我看项目，你问我的是问题，你得到的就是投资；你来找我要钱，那我给你的就是建议。如果你有开放的心态来问我，哎，你怎么建议？哎，拿到钱，这说明啊，这创业者啊，就是理解他不是勤奋搞得定的，这是要用开放的心态来去多虚心的去问别人，来去能灵活的调整方向。那么就是直接要钱呢，那可能就得我给你点建议吧。啊，那说回来就是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这句话在东亚常见，体现了这2句话的2部分都非常意味深长。首先，你要吃得苦中苦，你要认为这件事儿是你不享受在当下，你很苦的去做这件事儿，不是出于你内心的热情，而是要吃苦。第二呢，就是方为人上人，这就代表了你有很强的阶级感，你认为你追求的比别人好，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要去跟别人比，问我，哎，我有没有成为哪些人的人上人了呀？我还比哪些更上面的人在下面呀？你会不断的去尝试，哎，确保其他人，有些人是被你踩在脚下的，有些人呢，你认为，哎，他就是比你
就是高级。其实呢，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我认为误导了很多人的，就是人之所以成长是没有所谓的人上人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应该用你有限的在地球上的时间去探索你的人生的意义，而不是去为别人而活，也不要活成一辈子都在吃苦的状态。吃苦这件事儿没有什么觉得好骄傲的，也没有什么自豪的，这只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的知行不合一，你没有在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啊，是不是只有东亚是这样的？也不仅仅是啊。我们在英国还有欧洲的时候去了很多小镇，那都是天主教最早期的时候发源地，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以史为鉴的故事。在西方社会也经历过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只能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圣经。人们接触不到其他的信息，所以呢，这个时候会活的路越来越窄。但是西方为什么后来进入到了这种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术上启蒙时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意识到了一件事儿，作为一个个体，就是社会中最有意义的一个个体。当你能够活出你的独特的点，活出你独特的方式，这就是你对社会最独特的贡献。这个时候啊，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发现啊，街上画的画开始画素人了，因为以前是不允许画画的人画除了这位神以外的任何画像的。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有了这种对自我的认识。你甚至画画也可以去画其他人，你可以去画邻居，可以去画你认为蒙娜丽莎就是邻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你会设想，如果没有这个启蒙运动，如果没有文艺复兴，那人们还处于只能读一本书的状态。所以呢，随着思想的打开，人们读的书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想法也越来越开放了。这个时候进入到了艺术、建筑、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上的大发现、创造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所以他们发现，东方西方似乎都经历过这么一段历史，那么回来就理解了为什么人们会活得很累啊，或者进入到所谓的中年危机，那么也就可以互相去鼓励，两个人像一个搭档、好朋友一样，互相去鼓励彼此，去发现自己的内心的真实的热情所在，去鼓励对方，陪伴对方，一起找到人生意义。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一个关卡呀，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发现两个人之间有一方可能有变化，另外一方是不是没变化，而这个变化其实可能在这个中年时代会集中出现，因为会有常见的中年危机，而这个时候有些人很痛苦、很纠结，然后有了一种觉醒的盼望、觉悟的盼望，而另外一方不一定有同频的这个进步或者说变化吧，我们不一定说要进步了，就是这种变化。所以，就是这个状态呢，就容易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关卡，然后可能再加上这之前说的有冲突的时候怎么解决，有孩子了以后可能有挑战，很多东西都集中在了一起，出现了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可能婚姻上的感情上的变动呀什么的，也许就是这种种种的原因。那其实我觉得回到一个可能比根本的一点了，就是首先要去在这个长期的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大家要真的学会去看本质，一个是看你自己的本质，就我们一直在说的认识自己，还有就是看你这个生活的本质，你像问好的问题，还有我觉得有一点想说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说你爱自己，对吧？怎么去爱自己呢？就是对于东亚文化来说非常害怕去说我想学会怎么爱自己，因为其实大家会把这个倾向导向到成你是自私的，你是利己的，而人呢又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自私的，所以这种种原因导致就是我们不太敢去认识自己，不太敢去爱自己，而其实你爱自己就只是要求你用同等的这种耐心或者关心去看待自己，把自己看成一个是特别的朋友，去认识自己，以及呢就是中间的度要把握的对，就是你并不是特别自恋自大的就把自己捧成了最厉害的人，给自己盲目的自信，这时候其实也就像你找理想型一样，你会发现那是一个臆想出来的自己，后来但凡出现任何的现实事情，你会发现你自己是有落差的。其实爱自己要求的只是一个正确的认识自己，既不是把自己臆想成为一个特别完美的理想型，也不是特别自怨自艾的觉得自己很自卑，重点就是你知道自己特点，
知道自己的独特性，能够认清自己的所谓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然后就可以了。在这个状态下，你可以比较自如的跟自己相处，然后在跟自己相处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更轻松的去跟对方去相处，然后同时也更容易一起去看清本质。对，所以我们就读到尼采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认识你自己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其实呢，认识你自己、爱自己，并不是自私，而是你只有在充分的认识你自己和爱自己之上，你才可以更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去分享你的爱，去为其他人做贡献，去帮助其他人，因为你内心已经是满足和圆满的，你并不期待不管是夫妻、孩子再去回报你，你根本不需要，因为这是溢出的爱。所以呢，这都是建立在充分的认识自己的基础上。那我们认识自己呢，其实也是分阶段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就像你说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进入中年以后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失衡错位。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去让自己的内心静下来，去能够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也是成功的定义之一。我们在全球问了世界各地的人，你对成功如何定义？有的人，巴厘岛的一个人说，他希望看到妻子每天微笑，他的妻子每天微笑，他就告诉自己，我这天是成功的。还有一位女生呢说，我能够掌控每天的时间，这是成功的。那 Claudia 呢说，你能够倾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是成功的。所以呢，能够倾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并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选择关注好的问题。这个好的问题呢，并不是说经济回报更高呀，或者是某一些外部指标，而是说你选择一些更适合你当下的。有一本书他就说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 Word， 他就是说你人生中的快乐有的时候就取决于你所关注的问题，你关注的问题好了，适合你了，你人生就是快乐的。如果你关注的问题是徒劳的，你的人生就会一直在原地打转。举个例子，有的人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工作上如何升职。其实呢，工作对他来说啊，就是要赚钱，积累自己的第一桶金，或者是在积累财富的道路上，工作是一个工具。但是呢，他并没有看到财务的本质，没有看到资产，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于是呢，去关注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并不真正带领他去积累财富的问题，关注的更多是别人怎么看待，同事怎么看待自己，老板怎么看待自己。这时候关注点就是一个让自己会很累，同时呢可能又不那么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在生活中选择关注到合适的问题，这就会把你引领到不同的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关注了这个问题以后，怎么样像你说的跟对方沟通呢？有的人有了一些的领悟，有了一些的思想，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去沟通。又有一本书在职场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启蒙书，就叫做 Crucial Conversation， 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的对话。就是说不是说像我们俩一样去分享一些各自的有共鸣的事情，而是咱们聊的话题就是彼此不一样的观点，这时候就会进入到这种关键对话。不要去害怕这种有冲突的对话，观点不一样的对话，而是去学习如何进行 crucial conversation。 这个时候啊，你不断的成长，用开放的心态接触更多的知识，不一样的观点，自己的成长了以后呢，过程中也不断的去跟你的伴侣去分享，去探讨你的思想和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像你提到了价值观一致，价值观的两个人成长过程中一致特别重要。这就像咱们说在爱尔兰旅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一生的目标就是买坟。说呢，这个有钱人住在买的坟在去教堂的路上，富豪的坟就在教堂的旁边，贵族的坟就在教堂里面。他们用人生中非常大量的财富用在买的一个坟上，所以在买坟的故事上呢，也是体现出来双方对于价值观的一致性很重要。其实呢，买坟或者说是物质上的追求，这些都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去形容，而是回到亲密关系中两个人的观念一致是最重要的。对。那如果说两个人当时价值观还没有变成一致，在产生变化以后，有一方可能变得跟另外一方不一样，那我觉得可能就回到说要就是增强一些沟通，就是学会去
花时间沟通，花时间相处，因为其实在中间的时候，大家忙工作、忙孩子，可能就减少了一些相处时间，而这时候刚好处于一个你的价值观可能变化的过程，所以呢，就要给耐心，对，就是用一种高自尊的人的心态，就是出现了问题没关系，我来发挥我所长来解决问题，我们是一个 team，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儿往下解决。对，你说的时间很关键。今天啊，已经说到时间的2个关键作用了。一个呢，就是跟长辈相处，或者说家庭成员相处有矛盾，时间是解决的良药，对吧？第二点就是啊，当你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多拿时间在一起。这在职场中啊，也是一个分享个小故事啊，就是说部门经历了一次 reorg， 后来又经历一次收购，这个时候啊，新的这个非常高级的领导，突然多了一群人，这群人啊，其实是不太服他的，也不太理解，也不太信任，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处事哲学。这个时候啊，用了一个技巧，就是安排办公室，因为都是硅谷很多科技公司、互联网公司都是开放式办公室嘛。于是呢，对，我们就把这个总监跟新并购过来 reorg 来的部门放在一起，随着呢人们坐的物理距离的接近，时间在一起 time together， 就建立了信任。逐渐的，这些人开始中午也一块去吃饭了。随着中午一块去吃饭，开会的时候共鸣也多了。时间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工具，但这个时间其实是恰恰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资源。要把时间放在值得解决、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刚刚咱们说的那句话，要把选择好的问题去关注，关注就意味着你把时间投进去，因为时间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最有效的解决问题、去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不可或缺的元素，包括你获得快乐，包括你去体验人生，包括你去获得各种各样的体验。我们往往发现很多的体验花钱用的是少的，需要的是人生中的时间。对，我昨天看了一句话，说加拿大的一个女作家说，真正的自由是能够有真正的空间和时间给你自己。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一种内心真正自由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把这个空间和时间能够合理的安排，能够智慧的安排。这就回归到我们原来在巴厘岛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说成功对于他来说就是 use your time wisely， 你可以自如的去设计自己的时间使用。那我们回到这个2个人的关系中，可能就是我们愿意给对方时间。当你愿意把时间花给对方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表现，比你买很多东西或者是做其他的行为，其实不见得。你真正最宝贵的财富时间愿意给对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爱。这是最宝贵的。露露在采尔马特滑雪的时候遇到了困难，那我们俩是轮流滑雪，因为另外一个人陪小朋友滑，那露露上到了雪山的最高处下不来了，于是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瑞士人，他就是专门来滑雪的，他甚至都不住在采尔马特小镇，因为住宿太贵，他早上坐火车从别的小镇来到采尔马特，就专门来滑一天，结果遇到了露露，这一天就滑了一趟。但是呢滑下来以后啊，陪着露露几个小时下了雪山，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儿。他说他的爸爸教给他，你能够给别人最宝贵的就是你的时间，所以他把他最宝贵的几个小时的时间没有滑好多趟，他是个滑雪高手，选择了帮助一个人，这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价值观的最大的价值闭环和体现。他也把他的把时间给了你。那同样呢，对你身边的伴侣，你愿不愿意给他你最宝贵的时间呢？这对孩子也是这样， half the money double the time。 对，少花一些钱没关系，但是呢多给一些时间。好，那咱们探讨了通了几个关？5个关，从2个人相遇认识到遇到父母的关系，各自原生家庭的关系，矛盾争吵，生孩子，以及呢相处时间久了中年危机，或者说各自的成长怎么变化，这5关，那就像是以前小时候有个老式的游戏机，就2手柄，小霸王学习机红白机，对吧？一人一个手柄，我们就是一起打这个人生游戏的，对，就是一个好的伴侣，一个好的一起玩人生游戏的人。然后呢，所以就希望大家在跟你的伴侣一起玩人生游戏的时候，去2个人共同的快乐的用开放的心态去闯关，闯着关。其实这个关游戏的目的不在于输与赢，用无限游戏的思路去看，打破有限游戏的赢与输，成功与失败，而是呢去真正把人生当作无限游戏来玩，获得人生
无限游戏的这款游戏的精髓就是去享受你的生命。对，活在当下，让每一天过得都充实。好，就聊到这儿，拜拜。